明年的21大下任公安部长的争夺战现在就白热化了。就在刚刚，一位呼声很高的竞争者他就出局了。接下来我们主要关注3件事儿：王小红推荐的人选能顺利接班吗？国母彭丽媛看中的人能不能顺利进京？那西北帮他也有2位自己的人选，这俩人有没有机会？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8月10号，我们在前几期节目讲过，中共最高的含金量职位不是7大常委，应该是10个，其中就加上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长和中办主任。今天咱就预测一下，明年的公安部长应该是谁接王小红的班。在这儿呢，我看应该是4个人选，咱们挨个来拎一下。先说公安部和大家理解的不一样，总有人认为这公安部长不就是管治安的吗？甚至是管着这破案的。实际上，公安部现在的和江湖时期的已经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注重什么呢？破案，对吧？现在更多的是政治保卫了。现在的一级局长通常都担任副部长，而且是正部长级。老习对于公安部的收服以及对他的重新定位他一定属于是习的刀把子，而不是国务院的刀把子。而且他把最大的敌人已经变成了党内的高层以及是普通的老百姓。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公安部长既然是习的私家军刀把子，接下来有几位竞争者。王小红大概率是要退休了，明年他都71岁了，身体干不动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老习不会让自己的亲信在一个强力部门干太长时间。王小红从北京市局一直干到副部长、部长10来年了，树大根深不能让他继续干了。年龄是一个最好的借口。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接下来谁有可能顶替这位副国级的人物。按照公安部作为国务院的部门他通常都兼任国务委员，另外在书记处和政治局至少会给他留1个岗位。但是你不要以为说政法委书记在他之上，对吧？但是政法委书记你不能越过公安部直接命令下边的厅长。而且在习时期他打破了江湖时期的一个规则。江湖时期各省的公安厅长通常是省委书记说了算，然后呢向公安部备个案，你呢实际上给我个面子就行了。但现在不一样了，老习扭转了这种局面，他对于各省厅，尤其是沿海重要省厅的公安厅长你们省委书记不要插话，它是由公安部直接下放或者是跨省进行调配，你这个省委书记你敢说不吗？所以说你就可见现在的公安系统是一条线一竿子插到底，上面最高的线是老习本身了。这公安部长实际上是老习的私家军了。既然这样有几个人马就得被排除。军工系得排除吧，像袁家军没戏了。第二阮旦干不了公安部长，这都是干得罪人的事儿。所以说你看现在的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是没戏的。另外也有一些人没机会，那就是你太狠但是岁数大了，就是现在的国家安全部长陈一新。他呢实际上都接近退龄的时候了，不排除接下来他可能会担任个副国级，或者是担任个政法委书记，级别高实权小。既然排除了军工系和那个阮旦，再就是这些不信任的人剩下的人马也就是那么4、5个了。那我们就来看看主要竞争者都有谁。第一个那就是现在的正部长级副部长，是第1顺位继承人，就是现在的叫齐延军。这位呢可以说是王小红的马仔之一，无论是在河南时期，在这个北京市局时期一直跟着王小红的也有10来年了。如果说信任的话呢老习应该是信任王小红的。
但是他信不信任这位马仔呢？我感觉要打一个问号，因为你并没有直接工作过。当然了，他手里的牌是老部长的力挺。第二啊，我也熟悉整个部里的人马。那我们再看第二位是谁？那就是国母彭丽媛啊，他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拿到这个公安部长的职位。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吃的亏太大了。本来山东帮的头马那就是马兴瑞，已经是副国级的政治局委员了。你说他贪了多少钱嘛？大搞家族腐败啊。那问题是这些罪名你放到任何一个副国级啊，他都适用。你无非是说你被人家给发现了，被人家给告发了。那怎么告发的呢？大概率不是中纪委查的，而是国安和公安系统呢找到了马兴瑞的哥哥啊，包括他的一些亲属太太，开始收钱的证据。第二啊，他曾经和女星保持了不正当关系，还权色交易。这些事儿如果没有公安和国安的介入，你光凭纪委那套设备，你拿不到这些记录啊和那些视频的。所以他就可见啊，山东帮的大将被你们福建帮干掉了，我这次一定得拿到这个职位，我也要掌握监察的大权，尤其是技术侦察的大权。他的人马呢，就是现在的山东帮头马之一，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的王浩，这个可是他老家菏泽的人，知根知底儿。对于老习来说也可以接受啊，你至少说不是外人吧，他总不会背叛习家吧。那我们再看，除了这两位啊，还有两位竞争者，就是老习自己老家的人马，现在的陕西省委书记叫赵一德。这个人物他也很有意思，就是他在陕西担任书记啊，也有几年的时间了，这算是西北帮的头马之一，这个是最大竞争者。另外啊，还有一个人物，就是老习自己富平的老乡，现在的监委副主任、中纪委副书记，叫做孙新阳。为什么咱来提他呢？他手里有一个牌啊，其他人绝对没有，那就是他把王立军干掉了。在2020年的时候，他担任中纪委驻公安部的纪检组长，他的任务就是要肃清什么原来的流毒，什么那个傅振华呀、孙立军啊，这些啊是心狠手辣，对付这帮人你得找一个比他们更心狠手辣的。而这孙新阳算是90%以上完成了这个任务，而且非常漂亮。那他有这张大牌能不能成呢？当然了，他也有自己的短板，那就是知道你是我老家富平人，但是他并没有和老习真正的形成上下级工作过。那你说他在公安部打老虎的时候，谁是他的上级啊？那是王岐山。他曾经在海南长期任职，后来到了中纪委啊，一直是跟着王岐山的。这个时候你就考虑老习特别怕这种功高震主的人，所以说他的牌最大，短板呢也是最大的。如果让我排个序啊，国母的人王浩排第一，王小红推荐的继任者正部长级副部长叫戚延军，他能排到第二。那第三呢就是赵一德，最后就是自己的小老乡排在第四。关于这件事儿，如果你有自己的观点，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共同探讨。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啊，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